靠近就好了，是吧？大元气弹，哈！哈！没事儿，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还是只打得翻易拉罐哦。易拉罐，让你来尝尝这个。能会，它是发现凶器的特点吗？越是金属效果越强，同时范围变小，越容易躲避。这个冯宝宝怎么能预测潇潇的全部动作？不是预测，他看穿了潇潇的每一次呼吸。就算潇潇想用假的呼吸动作来骗他也没有用的，因为这个醒器必须要用丹田来发力，喉头、胸腹、腰眼等处都会有细微的差别。哎，秦哥，如果你对上这个潇潇，肯定能轻松获胜吧？要用法术胜他不难，不过要在对阵的时候有着这份不动如山的专注，我做不到。再来！搞定。愣往回吸嘛，这丫头傻得真可爱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气到底能吸多长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下场了。别急，四盘合合阵。这是武侯家的四盘合合阵，这本是与人交手斗法中吸收对方和自己用功后飞散出的能量的阵法。问题是，怎么才能把飞散在场中的气给收回来？真是个会玩的姑娘啊！红宝宝，把你嘴里的吐给我。好歹是揉上了。胜者，冯宝宝。阿南，啥？第一场，风沙燕对贾正亮，请选手入场。喂，儿子。哎呀妈，你真会挑时间！你说这一天你也不来个电话。哎呀，吃饭嘛，别光吃肉啊！哎呀，我每天都吃水果，菜也吃，没光吃肉。那营养要均衡，搭配着来，知道吧？好，别光吃肉，记住啊！没光吃肉。还有，你记得千万别用酒店的牙刷，那不干净。哎呀，我没用酒店牙刷。妈，你得是感觉没有你，我生活不能自理了。哎呀，我不放心。啥？你说啥？可以开始了吗？这场速战速决，让我爸看见我真正的实力。你说说，你这没出过远门，哎呀，我都担心死了。你你一天吃饭你咋办的嘛？
磨磨唧唧。现在可以开始了吧？你想玩死我是吗？你揍我不要紧，你别打坏我电话呀！你知不知道我这样莫名其妙挂断电话，我妈会瞎琢磨的。她会想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，或者有事儿瞒着她。总之，只要我不在她身边，她就一定不会往好处想。这电话，你有病吧？谁打比赛带电话的？我就会啊！如果我没有接到我妈电话，她就会以为我出事儿了。这算了。那个哪位，你们谁有电话借我用一下？你们哪位谁手机借我用一下呀？啊！下家的小子，哎，谢谢，接着，谢谢阿叔，不客气。哎妈！哎呀，儿子呀，咋就断了嘛？你咋回事啊？你在比赛了？是。打比赛保伤着自己啊，小心疼。啊，你就别啰嗦了，人等着比赛呢。比赛马上开始了。是。对手强吗？不好对付，是个女子。漂亮吗？那你把电话给人家，没准能给你搞定情死。哎，这不行啊，哪儿的事？我都多大了，还有你托付？儿子，听话。哎呀，我不是2岁了，我都20多岁了。哎呀，是个机会嘛。好嘛。你赶紧，可里边擦。啊，那个，我妈有几句话要跟你托付。啊？怎么谈上恋爱了？这是。喂，女子啊，我是亮亮他妈。你好，伯母。你有男朋友没有啊？觉得我儿子怎么样？虽然有点不听话。是呀，男孩子嘛都比较晚熟，估计还没过叛逆期呢。哎呀，是呀，不过我儿子其他方面还是很优秀的，考虑一下嘛。快点比赛结束，来我们家加村啊！好的，伯母。你妈让我全力把你打废，好让你早点回家。我是你亲生的吗？我好不容易出来闯一闯。乖儿子，听话啊！咱让着这姑娘展现一下绅士风度，打动这姑娘，早点带她回家。哎呀，好，知道了。哎呀，你记着，你这包出大力啊！啊！现在可以开始了吧？磨蹭那么久，你也该认输了吧？你相亲对象还等着你呢。我们就这么回去了，因为下一场就是跟那个冯宝宝上哥哥的账。如果你真那么想找冯宝宝算账，那干劲会更足才对。这两个家伙都够难缠的，不过还算不上没胜算。宝姐，你真的能神不知鬼不觉，不动任何娄子？这类业务干多少回了，那就不用操心了。那你就受累，虽然有点不厚道，那就让王道长先来坑里待一段时间吧。包在我身上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你不看他们比赛了？他们谁赢了谁跟你打呀？他们谁赢了都可以，反正都打不过我。我要找王爷去了。确实，年纪也不小了，所有都听父母的，看上去不够威风帅气。但如果父母足够优秀的话，未尝不是一种省心的活法。毕竟他们所有能力都在你我之上，顺着他们的路走，又有什么不对呢？所以听伯母的话。至于冯宝宝那个家伙，我会替你收拾。冯小姐，我实在不想对你这样的女孩下重手。不过作为女孩来说，把我伤到这个份上，已经很厉害了。下一场就是那个冯宝宝，我一定要亲自对上。
我跟你说过，冯宝宝是我的猎物，别和我争。哎呦呵，这小姑娘太厉害了！我姐这是跟那个贾正亮杠上了，之前从来没有见她这么认真。了不起，冯小姐，3对3，我还是第一次用上全部12把飞刀。看来你是死活不打算听伯母的话回家了，是吧？刚才一直扯了些有的没的，怠慢了，对不起。我之前也有些怠慢，抱歉。拿着我的刀，还想伤我？沙叶，差不多都行了啊。你爸都发话了，赶紧认输吧。认输？说早了吧？爸，这次我不会听你的，我绝不认输。这场比赛简直是值回票价呀！全攻全守，毫无保留，真是酣畅淋漓呀！今天2个人有一种赌上一切都不想输给对方的感觉。看来，今天2个人不倒下一个，是不会结束的。沙叶，你看你爸都急成什么样了，认输吧。这是我的比赛，我说了算。继续。继续。把气脉放到这么大，应该在范围内能够更敏锐地感知飞刀的路径吧？那就来试一下，像包浆一样，在所有飞刀上裹上一层特殊的气，此时展现刀的摩擦力无限接近于0。接下来的招式可能不适合切磋使用。婆婆妈妈。贾家的小子听话，你们都给我住手！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杀人！同归于尽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你早该听你妈的话，回家的。你不是也没听你爸的话吗？你说这样下去，咱们谁输谁赢？何苦呢？赢了我，你下一场也打不了。那也是我赢。胜者，风沙燕。
真的是，我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把气散开了，是为了感知我飞刀的路线。原来我猜错了。其实你可以调节空间的吧？最后我的飞刀速度很快，而你没有躲。其实有几把刀通过你调节的空间直接攻向了我。你手掌挥过的地方就是空间的入口，在被你气笼罩的空间可以随意设置出口，然后同时就出现在我身边，伤到了我，对吧？你还真是没有白挨打，这就是我宇宙迷的威力。不过我也就是运气好罢了。你飞刀的速度很快，没想到你会对我手下留情，我真的不太理解。就是觉得舍不得。你拿着我的刀，还想伤我？抱一抱，抱一抱，抱着我的依依睡觉觉。福生无量天尊呐！少废话，反正就是你孩子阿婷努力白费了。给我站住！江楚兰，情况有变，王爷被几个人缠住了，要不要把他们全卖了？别跑！人呢？长牛鼻子人呢？跑这么快！往那边追！别跑！我去！这几个姐妹受什么的呀？好体力呀！追了我整整大半天，总算是清静啊。姐，什么？挡住啊！哦。楚兰，宝宝，别大意。这几个家伙有点手段，公司的好几个普通员工都在他们手上。王二姐，我的雷法对他们不起作用了，他们身上可能有无声法器，你们要小心。法器？啥子法器？这就是法器。楚兰，和最近的案件情况类似，这些艺人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的势力。
三哥、四哥，什么情况？公司的档案里没有这几个艺人的信息啊？难道他们不是艺人？总部怎么会派人过来？我哪知道啊？走。三哥、四哥，出什么事了？总部命令，临时工立即停止所有行动，就地控制。相关负责人回总部召开紧急会议。入围的特派队员待在里面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别出来！把手给我松开！你们到底要对他们做什么？在，跟他们废什么话啊！老四，我们是哪儿都通的。冷静一点，你先过去。听我说，待在里面千万别出来，外面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。走吧。徐队先生，里面请。徐四也到了，人都到齐了。老毕，我们开始吧。路南的老廖还没有来呢。他不会来了。昨晚西南大区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发生了一起异能杀人案，死者就是廖忠，而杀他的人就是他手下的临时工陈铎。陈铎作为特派队员，违反艺人法度，危害极大。他的行为已经充分地暴露了临时工内部的巨大隐患，陈铎必须捉拿归案。其他临时工也存在风险，必须接受全面调查。这件事总部会亲自处理，把他们送进暗保，查出问题的就不要再出来了。老毕，别那么早下定论吧。找大家来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集思广益，讨论对策吗？就是因为讨论来讨论去，才讨论出今天这个不可收拾的局面。毕董，一个陈铎犯了错，也不至于要搭上6个不相关的人吧？不相关？你父亲徐翔20年前设立了这个职位，初衷是为了解决艺人界管理的棘手问题。可实际上呢，这些特派队员却个性太过突出，不受控制，行为风险极高，稍有不慎就会违反原则。而且他们的身份还都受到了严格的保密。你们为这些来路不明的人谋取了特权，难道你们还要执迷不悟吗？这些特派队员的选拔确实不拘一格，这点我承认。但是在廖忠出事之前，这些人在公司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，为艺人界的稳定也出了不少力吧。这里有功劳，也有苦劳。你现在就因为一个陈铎要对他们全盘清算，多少有点卸磨杀驴的意思吧？老廖是死了，但是陈铎尚未落网，你现在只是推定，没有明确证据。那如果发现陈铎最后是被冤枉的，那你应该怎么解释啊？好，那我就让你们看个明白。在廖忠的身体上没有其他人留下的外伤，死因非常明确，杀死他的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毒。这种毒
是以下毒者本身的气为养分。中毒者内脏会受到腐蚀，这些伤口就是廖忠体内毒发受到腐蚀所造成的。一旦中毒，就无药可解。总部的异能档案中会使用这种手段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路南大区的陈朵。你们对陈朵都不是很了解吧？刚好，我这儿有几个案子可以帮助你们了解。这些案子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被追踪的艺人罪犯全都身中剧毒，十分痛苦。还有一个甚至不是死于中毒，而是忍受不了那种折磨，自我了断了。那个时候的陈朵在干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监控录像显示，陈朵当时就站在那里，十分冷漠，他几乎不具备一个正常人的任何情感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对这样一个人，你们难道还要替他辩护吗？陈朵作为临时工已经严重失职，藐视艺人纪律，其他的临时工也有相同的隐患，有几十年不换名字的，有暴力倾向无法自控的，还有和权性搅和在一起，反复横跳的。这样的一群人，你们能完全掌控他们吗？能控制他们不闯祸吗？不成为下一个陈朵吗？在陈朵的事情上，总部有错。我们一开始就不该让他离开安保。现在，必须要亡羊补牢。赵东，是时候下最后的命令了。路中已被锁定，路东已被锁定，西北已被锁定，西南已被锁定，目标已锁定，是否实行抓捕？听总部指示。老毕，对你的态度我是绝对赞同的。艺人界不能乱呀，维护艺人界既定的秩序，必须摆在我们公司的首位。所以啊，对临时工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呢，我们必须要正视。对陈朵这个人，我还是有点了解的。他身上的毒素极其危险，一旦扩散，会杀死所有接触他的生命，当然，也一定会波及到普通人的世界。他不能留在外面。既然陈朵必须得找回来，那么还有谁能比这些临时工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呢？我们当时设立特派队员这个初衷，不就是为了解决像陈朵这样的任务吗？赵董，这可是有点冒险了，你这是在放火归山。只要这个岗位存在一天，他们永远就是我们哪儿都通的员工。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员工都不信任，我们还能信任谁呢？行动先暂停吧。我赞同赵董的意见。那我先表个态：如果路北区的临时工出现任何问题，我负全责。你们负责是理所应当的，这也算不上是什么条件。我有一个补充意见：任务期间，各大区负责人的全部职权，包括跟特派队员之间的联络，都交由总部统一代管。哪儿都通虽然大，但也经不起再出现一个陈朵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立刻召集6大区临时工集合，带回陈朵，无论死活。如果带不回，或者其他临时工再出现状况，那就只能按老毕的说法去做了。那临时工这个岗位，恐怕就要成为历史喽。
其他的特派队员也必须接受全面的调查，总部会亲自处理，把他们送进暗堡。发现问题的就不要再出来了。楚兰，3哥4哥，出什么事了？确实出事了，路南的廖忠死了，涉嫌杀他的是他手下的临时工陈铎。现在总部呢要联合那5名临时工，一起捉捕叛逃者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次的联合行动由总部直接指挥。宝宝，你快下去吃点东西，准备准备。3哥4哥，临时工的制度创立到现在，他们之间有过合作吗？行啊，你小子够敏锐，之前确实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可以说，临时工这个制度啊，是老爹专门为他自己和宝宝设立的，可以让宝宝身份保密，不引人注意，又可以在这世上畅通无阻。这是为了能更好的保护宝宝，老爹想出来的最有效的方法。楚兰，你知道我们现在最头疼的是什么吗？这次临时工集结，彼此会碰面，临时工的真面目会被揭开，包括宝宝。如果我们拒绝呢？如果我们拒绝的话，总部就有借口彻查路北临时工。最坏的情况是，路北临时工的名额会被收走，宝宝也很有可能失去特派队员身份的庇护。他的身份如果被公开，会遇到什么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看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。3哥4哥，这次联合行动我可以一起去吗？当然了，宝宝还从来没有脱离过我俩的配合，单独行动过。他需要一个隐蔽的保护色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。密码是宝宝的1人编号，任务群已经内置了。出发以后呢，总部会通过这部手机与你取得联系。任务开始之后，总部对你们的牵制有限，你们最大的威胁就是其他5个人。他们的身份和来历都是谜，总部对他们有很高的戒备心也不无道理。你们一定要小心。这次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一定要保护好宝宝。楚兰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准备出发吧。情报显示，陈朵的现身地点已经出现了，机票已经给你们订好了，走吧。我们走了。3哥4哥，咱们这次食宿标准能不能提高一点？毕竟也是总部指派的项目嘛，你俩就别这么抠搜了。想什么呢？食宿标准不变，超过的部分从你俩工资里扣。快去吧。万人之上，一人之下，生来就不变换，不吃喝为怕，冷气镇压，四海为家，一些妹妹独行人世界风华，前路浪大，不承认被下，不需求真相，不顾险境多大，在前赴之前迎风踏，习武雷震，把自己点为神话。放过为何去，逍遥望青川练就我心肠，但随即一遍踏过云，变出十年梦一见，听见北方传来清晰的呼喊，看透这世间一种情云淡，不断修炼的去跨越这一切。你好，看2间房。1间120，2间240，押金100。东西，看1间。啊？免费优先，还要申请来注册。哦。我还是很难相信，一个小女孩居然杀了一个大区负责人，而且这个资料上写的是廖忠培养并提拔了陈朵，就像徐主任对你一样。宝儿姐，你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冷血的人吗？嗯。而这个坑货，
我也早就想干掉徐氏了。别老刷附近美食了。宝儿姐，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二赵吗？记得。后来我还找他聊过天，不过他好像很忙，后来都不回我了。比起陈朵，我更关心除了二壮的其他几个临时工。宝儿姐，过来看。这个资料里，其他几个临时工的档案一个都没有，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？要不我们在群里打个招呼？嗯。点。原来这帮人都在潜水啊，难怪集合地点也没人提，也不知道这帮人是什么路子。怕啥子？有我在。我怎么怕了？我只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担心。不过现在也好，宝儿姐，咱们现在最好的策略，就是他们不露面，咱们也不露面，一直到了解清楚这帮临时工的底细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这次的任务目标是陈朵啊，这些临时工是队友，不是敌人。对待队友要信任。信任那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。宝儿姐，这次你得听我的。哦。各位都到了吧？没有人提起集合的事儿吗？看来各位都不感兴趣啊。也是，要是没有这次任务，哼，我也不想和各位见面。任务简报各位都看了吧？陈朵来到这里之后，曾经与一个叫做万良才的人接触过。这个万良才无艺人背景，经营一家小吃店，之后陈朵就失去了踪迹。既然都不想露面的话，那就由我一个人去接触一下这个万良才。这个任务由我一个人去完成也行。别想得太简单，陈朵的情报都是由我的线人提供的。等我赶到线人那里，他已经被杀了。伤口与记录中陈朵的手段对不上，陈朵很可能有同伙。现在的线索就是万良才了。夜路长，谁在深渊？夜路长，寻人这一趟，眼即是凡人模样，也就是牛走无常。不停下树上的余光，历经他身后的枷锁，野火把人生的伤的支离破碎，如此快活。老板，再加份羊肉。哎，好，来了。羊肉啊，慢慢吃啊。你好，来吃点来。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？啊，我们这招牌就是羊肉粉，要不你上好嘛？来一碗吧，多放辣。好，哎，先坐到哈。哎，慢用哈。哎，等等，向您打听个人啊，这个姑娘，你有没有见过？这是我的侄女儿，跟家里人吵架跑了出去。女孩子到了这叛逆期，家里人管不了，帮帮忙，老板。是这么回事哈，确实来过，但是后来走啊。
那他上哪去了？哦，人家侄女啊，向我打听过一个人，叫梅清凤。梅清凤，就是本地的一个老婆婆，特别爱吃我家的羊肉粉。10几年老过去了，老人家平时不爱出门，所以每个星期都是我把吃的东西送到他家。人家侄女要他地址一划就走了。那这老婆婆的地址，您可以告诉我吗？我给你写个地址。哎，对了，你等我哈。人家侄女走的时候啊，特别跟我交代，一定要把这封信交到问她的人手里面。可能姑娘家怕家里面人着急嘛，你去娃娃家心细。谢谢。哎，不用谢，麻烦吃啊。痛快，你们真应该来吃上一大碗，我请客。他说要请我们吃羊肉粉。宝儿姐，千万别上当，他只是想借用美食骗我们现身，咱们千万别上钩。很有说服力，我建议你听他的。听到没，宝儿姐？听人劝才能吃饱饭。张楚岚，你就是那个艺人演武大会上的碧瑶莲啊！你也是临时工啊？你谁啊？西南区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人住。算了，没意思，还你。各位，说正事儿，万老板我已经确认过了，普通人，没什么问题。至于陈朵去的地方，我也打听到了。肖哥，我这一下火车就赶来了，还好赶上。西南区，王振球，叫我球就行了。球，躲远点儿。果然呐，目标只有老乡，都还挺好玩的。肖哥，需要帮忙吗？别插手。他们这也太残忍了，幸好不是对付我们啊！肖哥，要是没看错的话，你刚用的是大慈大悲手吧？你这么手一摆，所有老鼠都全死了，太帅了！怎么练的？教教我呗。球，我提醒你，
别跟我套近乎。还有，下回我让你躲远点的时候，你得听话。变态，太变态了！宝儿姐，我的策略是对的，咱们就该离他们远一点。这位置也不远啊，咱们过去吧。应该顺路，搭个车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都是临时工，肯定不介意的。还在等谁啊？要是没人的话，可以出发了。你们俩不想暴露，我完全理解。有什么顾虑就不用跟我来了，陈朵交给我们来处理。还藏没？藏，当然要藏了。就算藏不住，至少也可以拉开距离嘛。这俩货绝对不简单。陈朵就在里面，各位加油！任务完成就看你们了。终于有个像样的对手，可以让我活动活动筋骨了。肖哥，可别掉以轻心啊！这小姑娘的鬼把戏可多着呢。等等等等，等等等等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自己人。不好意思啊。你是哪位啊？我，西北的华先生手下的临时工，你们叫我老孟就行。陈朵找到了，一个一个都出现了。想要抓陈朵，你得排在球的后边。肖哥多虑了，我不想跟大家来抢功劳。肖哥，求求，我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，能不能让我跟陈朵先倒了，就是跟他说两句话。你跟陈朵什么关系？初来乍到，我知道我没有适用资格跟大家谈条件，但是我想请大家给我一个机会。要是前面还有什么毒，就让我一个人承受吧，这是我应得的。陈朵，出来了，他们找到你了。
蝙蝠也是我，都小心点。霍德聪的手段。 阿维斯巴斯，哇，这么多气啊！这跟是人长大的。一发入魂。宝儿姐，你别再射了，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意思意思得了。哦。 后面的，谢了啊。程度，又见面了。您认识我？您是？认不得我了？哎呀，也难怪。程度，你为什么要杀老廖了？人家老廖那好一个人，你咋下得去手？ 别逼我！是一个毒师啊！不过作为一个毒师，竟然敢大摇大摆地走到敌人面前来，现在的后生啊，真不懂事儿啊！您错了，老爷爷，我不是毒师，我就是毒。不管你是什么，在我的眼里，就是一个死人。 还有帮手呢，这里交给我们。陈朵，做你该做的。金凤儿，金凤儿啊！你们和那个小丫头都是一伙的。老爷，你啷个伤成这个样子了？冯宝宝，张楚岚，哎呦，还有混球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今天这是什么日子呀？听到梅金凤这个名字，我就该想到是你啊。秋儿，
你认识他？算是吧。这个夏老头的手段很是有趣，我可是磨了好久他才能教我的。为了学他的功夫，我可差点就加入了全信。这么说来，我叫他声师傅也不为过。球，你是哪一门的？我呀，无门无派，只不过招人喜欢，谁都愿意教我一手。又是法器。夏老头儿，今天我来不是叙旧的，那个小姑娘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啊。看来我们又白跑一趟了。这个全姓的该怎么处置？我是不会把她怎么样了，毕竟也算教过我点手段。当然，你要动手的话，我也拦不住。环球，你现在到底……您甭打听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跟这小丫头不是一伙的，我是来对付她的。那就好。环球，我这辈子没有正式传人，你算是半个，还忽悠了我。你要是还有一点良心，就当报答报答我。求求你，帮我把金凤救回来。小头，你先起来。你要这么跪了，这个事儿不就变得严肃了吗？严肃的事情我可不擅长。夏老头，这个小姑娘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那个小丫头非要带走金凤，她还有帮手啊。他们的水平不咋样，可竟然都佩戴着水准极高的法器。我有一点线索，他们好像都来自一个叫碧游村的村子。二壮，快找总部查查关于碧游村的资料。我知道你们会合计怎么来处理我，只要你们帮我把金凤救回来，我这个脑袋给你们。是个坏人，但还没坏透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不过杀了你，应该不算破戒吧？肖哥，可惜了，我对他没有兴趣。球，你看着办吧。我是很想帮你了，但是救人这种事情实在太无趣了，我只能答应你，试试看吧。这就够了。不服老师不行了，拿去吧。我的手段你是学了，可瞧你这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你凭什么去跟他们拼？这可是你压箱底的宝贝，你要把这东西给我了，你怎么办？我的宝贝不止这一个，总不能都带进棺材里吧？拿着吧。环球，环球，你别多想，我这是无功不受禄啊。等我把梅金凤救回来了，你再给我磕一个就是了。谢了。我算彻底有传人啦！有传人啦！
这是你要的。辛苦了，欢迎回到碧游村。陈君燕，陈君燕，你在等我吗？陈君燕，姐姐脏死了，要去洗一洗。乖，别跟进我，会没命的。